恶女颜真继《黑暗荣耀》后第一部古装剧《御史夫人传》，这是一个奴婢顶替贵族小姐重启人生的故事。女主名叫德久，因为她藏在少爷房里，被主人狠狠地打了一顿。即便这样，小姐还觉得不够解恨，命令仆人把她送到父亲房里服侍。就在这时，被打得半死的女仆向父亲伸出了一根手指。这个女仆没有名字，主人特意给她取名叫德久，意指她像小虫一样贱命的生存。德久特别机灵，她每天不单要捣夜壶，还要帮主子抄罚的书，晚上要边读书边哄睡。久而久之，学会了读写。其实德久心里有个秘密，他梦想逃离到海边的西方，因此辛劳存了20多年的钱，可惜只攒了几十文，离梦想的距离还很远。天德久打算偷点花生去卖掉，老爸却有点担忧，没想到女儿想跑，他就心神不宁。没想到德久听完后伸出一根手指，这是叫我不要说话吗？不，这是个暗号，机会就只有一次。德久严肃地提醒，看到这个信号就该明白要做什么了吧。爸爸同意了，会在后山入口跟女儿会合。其实他总感觉逃跑的打算挺荒唐的，但德久确信，反正迟早要死在主人手里，既然结局已定，何不孤注一掷呢？难道要像母亲那样被活埋？原来10多年前德久的妈妈重病，小德久跪倒在地，哀求老爷发善心，给妈妈捐点钱买药，这样他可能能救命。可是老爷怕他的病传染，让人把他们一家关进仓库。我们是畜生吗？是猪狗不如？你们跟猪狗有啥区别？德久爸无计可施，夜里只好把病重的妻子背到后山，活埋了他。画面一切换，德久装扮成男装，在市场售卖烤花生，恰巧遭遇牛蛋和陌生仆人。他得知自家小姐将嫁给牛蛋家少爷，便请求对方帮个忙，便于他挣钱。正在此时，德久看到小姐来到集市，不敢再卖花生，一转眼就不见了踪影。意外撞上一位公子，他仔细一瞧，这不是之前那个仆人吗？马上就反应了过来，这个人是牛蛋家的少爷。德久担心偷花生的事情曝光，正想溜之大吉，却被少爷紧紧抓住。没多久，少爷将德久拉到半山腰，一边俯瞰市集的歌手表演，一边评说他们的表演一点也不动人，干嘛非得上演这种老掉牙的戏码？有个故事叫《洪吉童传》，私生子不能叫亲爹，这可真够让人心碎的。旁边的德久点头表示同意。书里说过，我们都生活在同一个世界，为啥还要区分高低贵贱？少爷很吃惊，一个女仆竟然会识字。德久坦白，他读过的书籍，每天得抄写很多遍。像少爷那样的人有足够的机会读书，还能抽空欣赏些平平无奇的表演。可对我们这些地位低下的奴隶来说，表现好坏并不是那么重要。生活本身已经够苦的，只有那短暂的片刻，能让奴隶们透过戏剧忘却痛楚。戏中无法见到孩子的父亲和失去孩子的母亲，他独立养大了沈清，最终沈清成了皇后。但这怎么可能实现呢？奴隶们仅仅希望看到穷困生活也能有幸福的结局，幻想那些他们永远得不到的短暂幸福的故事。少爷听了德久的话，懂得了一样道理。以前他不明白为什么写，也不知道目的是什么，今天遇到的婢女真是天上掉下的礼物。少爷真想多和德久聊聊。你梦想啥？我的梦想啊，就是安详变老，然后离世。德久的梦想挺简单的，不想被主人殴打或饿死，只希望能优雅的老去，然后自然死去。如果更幸运一些，他希望能和老爹一起隐居，西海边有个属于自己的房子，父女俩就能无忧无虑了。听到这后，少爷摘下帽子上的一个纽扣，作为耽误他卖花生的补偿，叮嘱他有需要时随便使用。这是德久第一次得到这么贵重的东西，甚至晚上睡觉都抱在手心。他却不知道少爷已心动，甚至由他们的相遇而启发，创作了一首歌。不料好景不长，小姐和少爷订婚那日，德久为避开主人家眼线，误闯少爷山腰的家。具体原因咱们待会儿再说。二人刚好相遇，小姐也来到了这里。少爷尽力保持冷静，在前厅和小姐聊天，德久则藏在屏风后面。他不小心瞥见了少爷的创作，不经意间发出了声响。那位小姐显然不笨，立刻走向屏风，直接抓住德久的证据。这就是故事开始的情形。小姐命令仆人将那贱人带到父亲房间时，德久意识到逃脱的机会来了。在那个夜晚，德久打扮好后走进了老爷的房间。他先向主人端上一杯酒，以答谢提供的食宿，接着慢慢松开衣襟，从怀中抽出一把镰刀。他是要为王母复仇。话音刚落，他的刀就砍中了老爷的颈部。小姐听到声音赶过来一看，吓得目瞪口呆。事情发生的太快了，德久一把把小姐推倒，然后把老爷的夜壶内容物全泼到了他头上，然后趁着夜色赶往和爸爸约定的地点。不一会儿，官兵和家丁追了上来，但他们都是命苦的人。家丁头头不但没难为爷俩，反而放他们一马。与此同时，少爷因为藏婢女损害了家声，夫人揭露他是老爷跟歌女的私生子，如果不是顾及面子，早就不养他了。现在出了这么一出，夫人把私生子赶出了家门，并命令他永不得返回。与此同时，德久和他爹冒着风雪向西努力前行。
他们翻越了阻挡他们的高山，冲过刺骨的冰冷河流，只为抵达那片能够生存的海岸。但年迈的父亲渐渐体力不支，就在此时，他们看到了新的希望。旁边路边有个亮晶晶的客栈。第二天，德九从梦中醒来，发现他爸居然不在了，急忙询问老板娘是否见过他爸。老板娘说他早已离开。听闻此事，德九急忙收拾东西去找，但老板娘坚决不语，毕竟还没结账呢。无奈之下，德九用那枚扣子抵押给老板娘。忙饭雪地去哪找他呢？其实他爹是知道自己时日无多，不想给女儿添麻烦，所以决定离开，决心找个地方静静离世。德九一直在客栈外哭到深夜，他怕爸爸回来自己不在，那就真的再也见不到了。看着这孩子可怜，老板娘特地让他留在客栈帮忙，等爸爸回来。1年眨眼就过去了，德九的父亲还是没回来。那天2个壮汉非要德九陪酒，老板娘见状赶快护住德九。壮汉肯定不乐意看好事泡汤，拿出武器准备动手，恰好一队官兵路过，这场乱子才暂时平息。与此同时，负责和大清交好的使臣玉大人计划在客栈停留几天，他带着女儿玉太英一起。这位小姐的举止与众不同，她不摆架子，对仆人也很好。她很想和德九成为好朋友，因为他们看起来年纪差不多。在玉太英的影响下，德九逐渐敞开了心房，两人分享彼此的梦想，一起畅想将来。玉太英梦想进入外织部，为受不公待遇的人讨公道。大多数人不认字也不懂法律，但当时朝鲜法律不许女性做官，外织部不属于官职，只要识字都能做，男女都无所谓。两人相处融洽，恰巧被老板娘看到。几天后，玉大人休息的差不多，他打算明天一早出发。老板娘一听这个，一下子跪在地上，恳求玉大人能带上德九，不管是当仆人还是奴隶也行，因为跟他吃不饱，不想见孩子吃苦。在老板娘的恳求声中，还有玉太英的劝说下，玉大人决定把德九收作义女。那晚老板娘激动的说不出话来，她把扣子还给了德九。接着玉太英走了进来，把自己手上的玉戒指戴到妹妹手上，说这是祖母传给她的，现作为见面礼。她从小跟父亲到处跑，所以几乎不认识家里人了。玉太英耐心向德九介绍祖母和仆人们的特点，帮助妹妹日后适应家中生活。就在这时，外头传来吵闹声，壮汉和强盗冲到客栈下，立刻许多护卫倒下，包括妇孺都未能逃过一劫，连玉大人保护女儿时也被杀。德九拉着玉太英就逃，但他突然看到老板娘已经死了。德九无暇哀伤，玉太英被带进了仓库，可是壮汉开不了门，一把火就把房子点燃了。德九和玉太英各自找出路，结果房梁从上方掉下，正砸在玉太英的腿上，因为木头太重加上火太猛，二人怎么也移不了那块木头。玉太英看到上方的房梁还可能掉下来，同时德九举起水缸砸开了一条逃生路。当他回去救玉太英时，他说：你得活下去，要活着追求你的梦想。德九醒来时，发现自己在一个陌生的府邸。祖母，我的太英，你是太英吧？对。一个意外让贱婢和大户人家小姐交换了身份。他本可以匿名惊恐地过完余生，但他发现从婢女那里得知的秘密后，土匪把客栈的人都杀了。他因为带着戒指被官兵带回，同时偷听到妈妈向奶奶汇报，那帮强盗没被捕后，德九死里逃生，改变了想法，毅然推开祖母的房门，接着把妈妈和小字挡在外头，然后砰的一声跪了下来，承认自己不是孙女太英，而是在旅店服侍的仆人。祖母一听，气得脸色大变，急忙问起真正孙女的下落。德九说是小姐救了他一命，他却死在火灾之中。他明白不该是太英死去。祖母显得有些迷惑不解，为何德九会携带那个扳指？德九向祖母讲述了如何被玉大人和太英收为义女。其实德九冒着生命危险，为的是为已故的小姐复仇。画面切换，祖母把德九带到衙门，他指出客栈前有3岔路，走东边的路大概1刻钟就能发现一个洞穴，强盗们藏在那里。大老爷不理解他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，祖母马上接话，谎称是一个佣人告诉他的。此外，德九冒充太英，希望提供一幅土匪的画像，帮助衙门快点抓到坏蛋。大老爷听完后赞扬小姐聪明绝顶，同时祖母也重新看待了这个婢女。走出衙门后，德九呆看着自己的通缉令，旁边的老奶奶识破他的想法，提醒他在抓住土匪前得继续扮作太英，否则谁会信一个通缉犯的话呢？一定要隐藏好自己，别被人发现，否则整个玉家都完了。第二天，德九就被安排在太英的小院，只有他妈妈知道他的真身。那天下午，刘享所的夫人们寄来了慰问信给太英，斧头叔和莫东之间的账目混乱不清。这时候小字就灵机一动，想到可以找小姐帮忙解决，可字母肯定不会答应。那时候懂字的女性本就稀少，何况是小姐。出乎意料的是，晚餐时小字带来了那封慰问信，还说对方希望能在明天前得到回复。德九拿起信一看，名字收到的是刘享所夫人们寄来的信。这件事让他妈妈非常惊讶，他当晚便回了信。很快这消息也传到了祖母那里，祖母本就佩服德九，
现在知道这孩子不仅识字，还能绣花，对他的喜爱更甚了几分。刘乡所的夫人们都是本地富商的正室，原本玉大人要整顿他们，没想到途中出了意外，这群人乐得不行。于是德久在回信里写了一首诗，却也真挚，连基本的书都没有读过。他们无言以对。奶奶知道德久帮儿子报了仇，非常高兴，但夫人们怎会就此罢休？原来德久守住了他的诺言，以太阴小姐的身份出现，他冒险揭露了被捕壮汉，正是杀害玉大人的凶手。他认为土匪不仅抢了金银财宝，还夺走了原本可以改变的未来，众多命运多舛的奴婢们，因此咒骂这群强盗永不得超生。于是玉太阴的仇中得报复，一回到家，德久把小姐带回的东西一一奖赏给了仆人们。有那么一刻，家主母仿佛在他身上看见了孙女的身影。当晚，德久取下玉家的扳指，重新换上了逃亡时的衣裳，正打算悄悄跟奶奶道别。这时候，家里的当家的忽然来了。奶奶希望德久今后以玉家孙女太阴的身份过日子，一方面是为过世的小姐赎罪，另一方面，祖母拾起地上的扳指，坚持要尊重孙女生前的遗愿。从此，逃亡的奴婢变成了豪门千金。当家主母要求德久永远蒙面，不能让任何人揭露真相，直到完全变成太阴。时间飞速流逝，2年眨眼即过，德久也基本不出门，遵守了约定，取消了不少豪门婚约。当家主母发现他还没改老毛病，表面看似文雅，却本质依旧。这日，仆女小子急匆匆地跑到另一院子，激动地告知说书名人千成辉到，明日还将演出。起初德久没太上心，直到小字提到千成辉编了个动人的故事，跟小姐身上的扣子有关。故事里的男主爱上了卖花生的女仆，还把帽子上的扣子赠给了她，这让他突然感到非常紧张。他赶紧拿起那故事仔细看，没错，故事里写的就是他自己曾经的经历，连女仆惊恐躲在屏风后的情节都和真实发生的一模一样。小白发现小姐脸红紧张，似乎很兴奋，于是那晚硬拉着德久去了戏院。当时的演出挺新颖的，千成辉一人单刚双脚，或唱或舞间隔变换，呈现3年前2人初见，场景细腻动人的表现。德久凝视着对方，眼泪不知不觉在眼眶打转。千成辉在最后一幕摘下扣子时，终于遇到了3年前一见钟情的人，但不知为何，德久突然离开了剧院。后来小德找到千成辉，询问他是否丢了一枚扣子，他们俩故意安排了一次偶遇，但德久看到千成辉时并不高兴，还担心身份泄露，没聊几句就离开了。一回到庭院就问小字为什么那么做，原来小字第一次见到小姐那么紧张，咦，魏千成辉就是他心仪的人，再加上小姐总宅在家里还不肯嫁人，不管怎样，我只愿我们小姐能幸福。另一方面，夫人们得知城中新来了一个正直的县令，不再像以前那样任人指挥。同时白夫人宣布了，他们家为了儿子准备搬到汉阳。同时千成辉潜入了隔壁院子，威胁说如果德久不跟他离开，就会暴露对方的真实身份。在他的威逼利诱下，2人骑马一同奔向海边。原来在这3年寻找德久的过程中，他已经在他梦想的地方准备了一座小屋。2人一直聊到黄昏，千成辉明天将离开这里，希望德久能与他同行。他还说书会在整个朝鲜游走，一定能找到德久的爸爸。小子说找到后会回来，实现最初的梦想。最后德久决定和心爱的人一起生活，但当他们回到别院，看到仆人们聚在一起哭泣，白妈妈则坐在地上痛哭失声。德久一瞥余光，小白躺在床上纹丝不动，他轻轻呼唤几声，无人应答。走近一看，发现小白颈上有勒痕，已经断了气。德久看到这幕，泪水立刻涌出。斧头叔随即说道，今早一起来就发现小白不见了，他也挺着急，到处找，最后在后山发现小白吊死在那里，后脑明显有外伤，但警报称是自杀。德久不信小子会做这种傻事，德久非常愤怒，是要为朋友在衙门讨回公道，但斧头叔告诫这行不通，毕竟仆人的命不如畜生。这令德久情不自禁地想起母亲和自己在主家的苦难，一怒之下失去理智，想要跑出去告状，却被白妈妈一把推开仆人，还把房门锁上了。他请求小姐先冷静下来，别忘了自己的身份，现在去衙门跟自首有啥两样？平时的安稳过多了吧？不会忘了自己是个逃犯吧？还不如和玉家还有那书生私奔，这也是女儿所期待的。他真希望小姐幸福。德久眼泪止不住的流，一时陷入了茫然。不知过了多久了，他拿出逃跑那天的衣物，似乎决定了什么，然后穿上华丽服装出现在千成辉面前，把珍藏3年的纽扣还给了他。千成辉明白他想忘掉德久的过去，没错，德久以玉家千金的身份来为死去的小子复仇。和千成辉告别后，隔壁城新请的法医已完成验尸，确认小白的死不是自杀。斧头叔怎么也找不到白妈妈。与此同时，白妈妈找白夫人理论，大声质疑他儿子害死了自己女儿。白夫人本性凶狠，一听这话就拿起扫把猛打白妈妈一顿，还威胁要当场置白妈妈于死地。旁边的夫人们见此，纷纷批评玉家骄纵仆人，
怎么敢谴责别人家的正室呢？白夫人借机狡辩，说是丫头想勾引她儿子来改变命运。就在这时，德九出现在人群中。玉家虽然衰败，你还得好好管管仆人，还不如先管好你儿子呢。小姐，请你停止了，我得保护我应该保护的人。话还没说完，那县官大人便带人把我们团团围住。德九再次强调，我们家少爷杀了婢女，假装自杀，证据是隔壁城的验尸结果。之前说过新任县官很正直，他命令我们所有人都抓回衙门审查，但他突然改变话题，问德九的全名。제이름은옥태영입니다。杀人逃亡的贱婢，意外的成了大户人家的千金，因不忍同病相怜的奴隶死亡，被卷入麻烦。德九告状称白家72人谋杀府上丫鬟，县令得知后就把相关的人给抓了起来。本来以为有人证物证，很快就能结案，结果这才是不幸的开端。德九把白妈妈带到玉家，强调他不想利用玉太英的特权。小白把他从恐惧里救出来了，因此他绝不会放过伤害小白的人。斧头叔旁边显得有点迷糊，一个奴隶的死竟然惊动了县官大人。原本在救白妈妈之前，德九已经把验尸的事通报给了县官。按常规，自杀案无需县官亲自验尸，看看书面报告就可以了。但德九发现报告说是上吊自杀，后脑那么大的伤口却令人怀疑，所以就叫来隔壁城的仵作再次验证。衙门的仵作吓得立刻跪地求饶，承认只是奉命办事。毫无疑问，这个命令肯定是白家发的。虽然事出有因，但白家上下一致都不承认认识小白，甚至说自己的儿子是被人家勾引，改成那女子想要攀高枝，为随后上演的无良闹剧。大老爷知道没有确凿证据，白家是绝不会认罪的，因此以天黑为理由先撤退，但强调在为彻底调查此案前，禁止任何人离开清水县，否则将限制行动并发布通缉。白家虽贵族，却不敢违抗法律，只得乖乖回家。次日，留香所的夫人们聚头讨论昨晚之事，七嘴八舌，死的只是个低贱的婢女而已，给点钱解决不就行了？何必非得逮捕白家到这种地步？大夫人觉得县官是借此打压留香所，无论有没有罪，这次大家都必须要赢。此外，戴夫人找来了清水县顶尖的律师，肯定能帮白家赢下这场官司。消息很快就传到玉家，德九还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，10几个衙役已经冲进了别院，一言不发就把白妈妈抓了起来。头目说他被指控侮辱贵族，明明还在调查中，居然头目觉得如果贵族没罪，这位老仆肯定会逃走，他们是不会被宣判无罪的。仵作已于昨晚咬舌自杀，这样一来，德九的唯一证据也没了，无奈只能看着白妈妈被衙役带走。不一会儿，他质问白夫人为什么要逼死仵作后，还要绑架白妈妈，是为了销毁证据，还是真想置白妈妈于死地？白夫人提醒德九，他对这世界的看法太简单了，仅凭一个县令就想对抗留香府的独断专行，抓走白妈妈不只是代价，这也是给大家的提醒，胡乱反抗不但自己会遭殃，还得连累自己的母亲。德九之后找遍了县城的官府，结果没一个愿意帮忙。正当他无计可施，想去找县令的时候，一位高人突然出现了。此人长得和少爷一样英俊，他就是县长的长子程润谦。德九为奴隶讨公道的做法打动了润谦，为何不自己建一个外支部呢？要学习的法律书全放在县衙仓库里，真是太巧了。润谦恰好掌管着库房的钥匙。在古代朝鲜，一个奴隶只值10两银子，但一匹马却值30两，因此贵族送出的马价很不菲，要为小白的死找个圆满解决办法。然而那位贵族竟当众如此行事，提醒贵族把所有家当拿出来也赔不起小白的命，在判决前要求和解，无异于自认有罪。根据大明律第323条和第405条，刑事案件不能私自和解，私下解决谋杀案会面临更严厉的处罚。这番话让整个城市哗然，连最精明的外事部也不知如何应对。我们明天法庭上见。尽管贾千金变得有理有据，但庭审当天差点害死他。原来县官长子润谦带着贾千金德九悄悄溜进了县衙书库，处理白妈妈诬陷贵族一案。德九不只查了很多律例，还记了很多笔记，这让润谦更喜欢这位为下人努力的小姐了。傍晚，一个叫石头的下人偷偷跑了，白夫人听后吓坏了。外支部觉得如果被县官发现，肯定要延迟审理，建议还是早点解决。于是发生了开头和解的一幕。白家万万没想到，几天不见，小丫头居然学了这么多法律。夜里，奴隶石头找到德九，一声不响就跪下了，反正死活都一样，不如临死前说出真相。那天晚上，石头把小白捆在废屋，这是他与少爷约会的场所。白夫人让石头在少爷来前侮辱小白，借此切断他们的情丝，但少爷正巧到达。事后，他本要把小白送往医馆，白夫人却安抚儿子，别让一个低贱的仆人扰了心绪，这都是那贱人的错，还特意嘱咐一家3口没来过这破房子。注意那时小白还没死呢。石头跟德九说，小白临死前说了句话，还不如让我就这样不再存活。画面切换，德九向白少爷传达了小白的遗言，并交给他一个他一直珍藏的盒子，盒内装的全是白少爷赠的礼物。德九了解，小白因为奴隶的身份，一直拒绝白少爷的爱意，
因为贵族与奴隶结婚是致命禁忌，但希望他理解小白真正的感情。白少爷还是不愿意出来作证，毕竟那是他自己的父母。送走白少爷以后，润谦觉得有没有他的证词都无妨，因为还手握着石头这张王牌。让我意外的是，德久居然不想利用这个优势。如果让石头出面，他本可以保命，但他必须听从主人的指令，哪怕不公平或心知有错，也只能服从。如果真能逃出去，还得隐姓埋名生活，被捕的话仍会被处死。那润谦就不懂了，难道小姐真要跪求，让他们放过白妈妈吗？外织部不会用跪求来抗争。小白的死很快就有了结论，尽管后脑有明显伤痕，在破旧房子里发现了血迹，足以证明有人被谋杀，但涉及小白和白家少爷的关系，证人的说法各不相同，也无确凿证据指向白家，所以法庭判白家无罪释放。至于白妈妈诬告贵族的事，根据大明律第359条，外织部主张公开绞刑。德久立刻表示反对，诬赖白家的不是白妈妈。县官确认报案人是玉家小姐，侮辱贵族的罪责，死罪可免，但难逃活罪。根据大明律第347条，贵族如受侮辱，须经法庭裁定，禁止私下报复。但白妈妈已经被白夫人打过，还遭受了严苛的关押，因此她应该被释放无罪。德久还希望大老爷能谅解一个带喜冤屈的母亲的心情。旁边的白夫人听后忍无可忍，都是下人，怎能期待贵族的体谅？应判死刑。县官大老爷宣判，根据大明律第347条，侮辱贵族罪判10杖。要知道这10杖连男人都难承受，更不用说像白妈妈这样年纪的女人了。德久心里明白，看到那些刑具特别心疼。正当白妈妈被捆起来的时候，停下，如果必须要有人受罚，那应该是我。贵族面前不能受这种刑，这绝对是给家族抹黑。德久此刻已经顾不得那么多了，毅然决然站在刑具边，眼里透着坚定。就在这时，白少爷当众大声宣称自己杀了小白，杀了自己心爱的人。从此白少爷被拘留，重新审理，白家走向没落，婢女命案终于画上句号。润谦和德久的爱情就不提了。几天后，祖母从汉阳回到县城，还带来了一份婚约。县里的大老爷为他儿子提亲到玉家，想让孙女太英嫁给他的大儿子润谦。家人都支持这门亲事，但德久心里有些犹豫，对润谦感到不太了解，是他不够好，还是有别的问题？正当德久准备坦白自己的真实身份时，突然在县城看到了以前的小姐。接下来会有什么故事呢？我们拭目以待。她是个不能近女色的县令嫡子，她则是身负杀人罪冒名顶替的女仆。二人为了相互依靠，选择了结婚。原来德久为了躲避前女主的追杀，主动向润谦坦白了自己是逃奴。没想到润谦听后决定告诉他一个自己的秘密。其实这家伙也很排斥婚姻，用现代话说就是性少数者。在那个年代，如果暴露出来的话，结果别无选择。因此润谦请求德久与他结婚，成为县官家的媳妇，彼此成了避风的港湾。或许这样他们能保住性命。于是润谦与德久成亲了。这里有个小细节，少爷知道德久成亲后，特意赶到县城读了几天书，偶然发现新郎跟他长得一样，牛蛋不禁感叹，竟有两人长得如此相像。新婚夜，夫妇俩在一起，德久以夫参加5科考试为由外出训练，对家实行关闭。一离家，润谦就消失了，身边还带着许多武术弟子。这里面有关键点，他肩膀上纹了个星星。次日清晨，巡查使节王召至县城，因反贼频发，今后5人以上聚集及抓捕。另一处，前县官见到大富商，直接拿出一块金矿石，提到在附近云峰山挖到的。于是当晚，大富商联系了坡家，承诺合作挖矿，利润对半分享。为了加深友谊，还撮合2家子女结亲。与此同时，德久在街上偶遇一位被殴打的老人，发现施暴者利用百姓文盲的弱点，还伪造了官府的印章。老人不明白这些，只想救出儿子。于是德久和莫东装扮成贵族，潜入大富商的商行收集情报，偶然发现一道被人看守且锁得严严实实的大门。谁知道里面关着的全是被骗来的未成年孩子。请大家一定记住这个可爱的小胖子。管事向大富商推荐时说，孩子们最大的才15岁，身材瘦小，适合那活儿。当晚，德久和莫东经过妓院回家，莫东为小姐抱不平，才结婚几天就跑到这种地方。反而是德久，她觉得丈夫另有打算，嘱咐莫东保密。实际上润谦也在调查拐卖儿童案，关键是其中一个特殊孩子同样是性少数者的文秀。德久把看到的告诉了公公，于是县官决定在富商交易时将他们一网打尽。大富商手下送孩子途中，因小胖2句话被打，县官一看，立刻让衙役抓拿人犯。一会儿双方就干起来了。值得一提，润谦戴着面罩站在德久前面保护他，但现场太乱，他胳膊被砍伤，面罩也掉了。德久认出丈夫后感到震惊，还没缓过神来，人贩子们几乎已被全部铲除，只剩少数几个带着孩子逃跑了。润谦也不敢停留，拉着文秀消失在夜色里。当县官老爷询问是否见过蒙面人的面貌时，德久谎称没看清。
同时，大富商发现自己被县官骗了，气得不行。现在孩子那么少，挖金变得难了。他越想越火大，誓言一定要让县官好看。第二天一早，德九被润谦带到妓院，由一位长发仆人带路，进了一个不显眼的房间。房间里的屏风后面藏着密道，通过密道直接进入妓院。山后树林藏着一个隐秘小院，这是润谦秘密成立的一个叫做爱心团的地方。团员每个人肩上都纹着心形图案，他们和他一样，全都属于性少数群体。那个晚上，大富商的儿子带3个朋友喝酒，一个胖男生看中了长发的仆人，便起了歪心思。结果这小子一把抓着仆人的头发，拽到大家面前。他明明是男的，顿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。德九突然大声质问为何要带走无辜者，他认为就算有罪应该送到衙门处理。大少爷认为维护乡风民俗向来是留乡所的责任。德九听闻此事，决定上衙门告状。刘湘把无辜者强行带走，润谦很快就听说了这件事，他决定要救出仆人，不惜一切代价，哪怕冲进法场，因为那孩子是他救的第一个性少数者。次日清晨，全县的显要人物齐聚一堂，纷纷要求处决这个既非男非女的人。县官面临巨大压力，决定执行死刑。关键时刻，德九穿着官服现身，他端着气质走进大堂，准备为仆人辩护，但这举动却导致家破人亡。原来德九相信无论地位高低，每个人都该得到公正审判，不能只听信刘湘所的看法。他拿出一份庚卯年8月12日的判决记录，根据皇命不再纠责阴阳人，因他生了病，便让他远离人烟，独自生活。此外强调指出，被行刑要多加小心，即使是大王也不轻易杀害百姓，更不用说刘湘了。至于男仆的情况，县官决定先报告大王，等待回音后再定审判日期。不知道的是，仆人虽得救，却也埋下了隐患。下午德九闲逛时遇到一个可怜的女孩，出于善心请她吃了碗热饭。意外的从这孩子那儿听说，那些失踪的小孩没被带到太远的地方，而是送到了眼前的山里。与此同时，兵判大人已秘密开始挖金，还没高兴一会儿，手下就报告县令将组织人手明天搜山的事情。大富商担心出差错，立即停止了开采。正当此时，小胖子出现了，不妨跟文秀走，不单提供餐食，还能学武功。兵判大人听后灵机一动，只需把那些人列为叛徒，县官便没工夫理这事了。因此在小胖的供词下，兵判大人与大商人一起查到了妓院，并找出爱心团的隐藏地点，还亲手杀了那男仆，不止分散了县官的注意力，叛党刺字很快被曝光。大商人趁势施压，原打算逃跑的润谦向父泼白，爱心团其实是性少数群体。老父亲听后几乎气炸，立马命令儿子离开县城，如果再见面就得以叛国罪逮捕他。画面切换，德九带着润谦逃跑，官兵紧追不放，两人匆忙躲进一小院。德九保护丈夫进了主屋，自己在外头拖延时间。但搜查官也不笨，命人进屋搜捕。不一会儿，丈夫被抓出来了，但德九意外地发现，那人肩上的星字不见了。原来润谦藏进了少爷租的别院，对方立刻意识到夫妇俩正被官兵追捕，于是两人换了衣服，才得以蒙混过关。此外，少爷也把已检查的身份牌给润谦用了，毕竟他俩长得一模一样。其实他这么做还是因为喜欢德九，一直忙到第二天早上，德九跟润谦道别，刚回到家，王照就送到县衙门口了。大王认为叛贼已经潜入清水县，身为县令却浑然不知，这是失职的罪过，近乎是同谋叛国，遂决定免去其官职，没收家产和家人，用来表彰功绩卓著的富商。县官一听就憋不住气了，众目睽睽之下直接栽倒在地。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？假冒千金的奴婢德九成了寡妇。有那么一刻，德九觉得自己本该被原主人处死，或被客栈的大火吞噬，仅因冒用玉太阴的身份而活，才遭受现在的惩罚。因此他希望少爷远离他这个不祥之人。然而少爷却询问他为何想成为玉太阴，玉太阴会因此而哭泣求饶吗？他希望德九振作，务必揭露真相。在少爷的鼓励下，德九的阴霾也随之消散。然而事情远未平息，懂事的小叔子前来告别，他计划前往咸镜县寻找远亲，毕竟父亲惨死，哥哥也不知所踪，认为自己对无血缘关系的嫂子是负担。德九当然不同意，他作为长子媳，不仅与小叔子是一家人，还要维护家族荣誉，因此他恳请小叔子信任，他一定会为公公喜悦。于是德九立刻拜见了巡查使，请求大人调查云峰山事件。巡查使认为等新县官到任再查也无妨。那谋反呢？然而德九不解，为何大人在无证据情况下断定其丈夫润谦带头谋反？巡查使透露是因接到颇家的举报，这意味着整件事可能与大富商有关。之前曾提及大富商与颇家联姻，但关系并不融洽。朴夫人经常带有讽刺意味地批评他人，她不满大夫人的不善察言观色。下午时分，她认出了白妈妈，认为收留此等低贱之人会失去颜面，尤其是因为一名贱婢的女儿，才导致家族灭亡。她强烈建议将白妈妈送往奴隶市场出售。她的抱怨声似乎没完没了。很快，这件事就传到了德九耳中。那晚，他来到大富商家门前，
恳求购买白妈妈的自由。但大富商仍心存前嫌，除了要求额外的10两银子外，还要求附加宅邸和土地，不然就补上之前没能做到的双膝下跪。也可以考虑。德久毫不犹豫跪了下来，他承诺只要白妈妈归他所有，他将来一定会回报大富商。大富商没有理会，转身进了屋。出乎意料的是，大夫人似乎对德久刮目相看，直到清晨，他偷偷地把白妈妈还给了德久。从此，德久对大夫人的看法有了显著转变。上午，小叔子从坡家二少爷那里得知，大富商试图隐瞒某事，因此在县官身上栽了罪名。他立即把这一发现告诉了他的嫂子。与此同时，大夫人越想越觉得普夫人的话不可信，最终在书房的账簿中发现了丈夫偷采金矿的证据。她本就强烈反对这一举动，因为一旦事情败露，全家都将面临极大危险。新婚不久的儿子大富商却在谩骂妻子，认为他只需享受安逸生活，无需操心其他。更何况那个碍手碍脚的县官已被处理，大夫人这才真正感到丈夫的可怕。隔日便留下信件，悄然离开了县城。坡家夫妇得知此事后，内心颇感幸灾乐祸，表面关心亲家母的安全，实则在大富商耳边挑拨，为防止大夫人外传家丑，开始散布他与他人私奔的谣言，这样就无人会相信他的话了。与此同时，德久与少爷决定一起前往云峰山调查。他们根据线索，首先抵达山脚下的小安，在那里发现了奄奄一息的仆人。小安的僧人透露，当晚县官为将仆人置于死地，便送他来此，但因失血过多，仆人醒来的时间难以预料。告别僧人后，德久和少爷继续深入山中，关于他们情感的部分在此不再赘述，只是他们的感情在此行中愈发深厚。第3天，他们恰好被大富商的手下发现，经过一场追逐，他们被逼至山崖边。少爷认为这是逃脱的最佳时机，于是抱起德久，果断跳下山崖。由于跳崖产生的巨大冲击，加上连日来的劳顿，德久不堪重负，昏厥过去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他终于苏醒。由于不能生火，避免被发现，加之衣服湿透，他的体温不断上升。此时两人才刚开始交谈，德久再次昏迷倒下。正当此刻，夜空被身后火光照耀得如同白昼。少爷意识到追兵可能已经追上，为了保护自己深爱的人，他决心施展一次精湛的刀舞。画面忽转，德久从昏迷中苏醒，惊讶地看到眼前的人正是被白家雇来行凶的石头，就是他当时放走的那个。石头解释说，被他释放后，便和山上的流民一起居住。最近听说有武装打手出没，便组织了巡逻队防备。碰巧昨晚遇到了出来赌武的少爷，那场面尴尬极了。这时，德久和少爷同时听到了求救声，他们走进前面的木屋仔细听，最终确定被拐的孩子都在里面。大家正准备原路回去时，大富商的手下突然出现说，今天谁都别想活着离开这矿坑。随即双方开始了争斗，但这个临时拼凑的团队怎敌得过训练有素的打手？几个回合后，全员都被制服。就在德久命悬一线时，去死吧！巡查使手下的士兵迅速赶到，转眼间形势完全扭转。此后，所有偷矿的打手都被抓。消息很快传到了大富商和朴家，长子建议立马向县官求助，同时大夫人也担心出了事，赶回府邸。那晚，大富商和长子找到县官家，他们刚提及手下被捕，对方却装作不知情，这意味着背后的主使已经在撇清责任。另外，前县官还警告他们父子，如果他出了什么事，谁都别想安生。大富商马上明白了话里的意思，一下子就坐倒在地上了。次日一早，他准备去县衙自首，刚出门，德久就过来找他了。你要去自首？你不会是去告我吧？大富商的长子这样解释道，会原封不动归还挖到的金子，为那些失踪的孩子提供合适的补偿。话还没说完，就被德久打断了。身边的大商人突然生气了，都已经做到这步，还不足够吗？你对我岳父做了什么？其实你很能干，也查不出真相，千万不要认罪低头，因为这会把你千刀万剐。我也不会内疚。一直沉默的大夫人挡住了想离开的德久，没多说，当众就跪了。德久却没有理他。不久，轮到堂审关于县官受诬的案子。小叔子道千求恢复父亲名声，返还财产和家人。有个证人自告奋勇要作证。当大富商一眼认出证人是谁，他差点没栽倒。那人竟是他害死的男仆。男仆坦白，他虽是男子，却有女性心性。爱心团并非叛乱集团，而是庇护像他这样的性少数人群的地方。巡查使一头雾水，不懂为何案发时没站出来证明，直到现在才出来说话呢。男仆解释，有人想让他以叛徒的身份死去，因此被砍伤，一直昏迷到现在。显然，他说的是那位大富商。但当巡查问谁是罪魁时，男仆竟说自己忘记了。这话让在场所有人都吃惊，只有德久一脸镇定，似乎早有预料。这时巡查使问如何证明他说的是真的。男仆说，他正在等大王的诏书来证明，是被流放还是直接斩首。本来醒后他能直接逃走，不必承担被斩的风险，但他不忍辜负看他如常人的人，也不愿一生背负叛贼名，因此来到公堂上证明自己清白。巡察官觉得男仆的证词靠谱，于是决定向国王提出再审请求。
相信时间会揭示真相。接下来审理的是第二个案件，富商自首偷开金矿一案。他在庭上坦白了所有罪行，希望官府能够从轻发落。但国王已经明令，甚至拐卖儿童并奴役囚禁。巡查官不明白为何当众求情，他推测还有他人设计矿洞。既然富商愿意担下一切罪责，那就成全他，待法官审清楚，立刻执行刑罚。此时德久上前一步，正式请求为那位富商辩护。周围人都惊呆了，连巡查使也不明所以。真要为黑心县官辩护吗？德久坚定地说是。巡查使无奈，只得同意。德久提到大王早已禁止偷采，大富商还固执己见，这无异于掠夺国家资产。按照先前案例，应在其身上烙上印记，并公开斩首作为警戒，还造假卖儿妓，奴役孩童。依据大明律的第298条，属重罪，当场应受杖刑。大富商都这样了，还辩护，这不是在害他吗？大明律第25条显示，若两罪同告，只能选一条来判。另外第24条指出，有自首可免刑。巡查使很困惑，明明懂法，为何要给大富商开脱？德久解释说，国内盗采猖獗，大王虽凭下令难以控制，如果此刻严惩那位富商，还翻倍补偿了那些被拘孩子的工资。因此德久请求大人慷慨一点，别按律法办，赦免富商的死罪。他认为这样可以让国家和人民都富起来。德久慷慨陈词后，巡查使终于饶过了富商一家。没想到的是，那晚大富商冲进御驾，不仅不感激，还质问德久为何这么嚣张。你算老几，竟敢侮辱我，同情我。原来是德久提醒了大富商，他其实没被自己原谅。辩护他一方面是感谢大夫人的恩情，另一方面是因为去世的公公前一天嘱咐的，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，就算是敌人也应该公正辩护，这样才符合外支部的标准。婆婆严肃嘱咐儿媳牢记此事。也就是说，前县官似乎预感到大富商将对他不利，所以他预先警告了德久。知道真相后，大富商非常后悔，承诺返还所有财物和仆人。至此，公公的名誉得以洗清。次子道谦带着父亲的灵位回到老家，一切安置妥当后，少爷也要和德久说再见了。在走之前，他取回了那颗纽扣，那是他们情感的象征。虽然没能和少爷一起离开，但想以前仆人的身份透露个事，少爷是德久的初恋，一开始因为身份差异而逃避，后来有事必须处理，又拒绝了。其实他一直在想念他，尽管少爷没回头，早胞已泪流满面。两个恋人不得不各奔前程，或许德久的心结永远难解。7年转瞬即逝，德久开了县城最大的外支部。今天是小叔子道谦高考后回乡的日子，在这几年里，道谦不只是把德久视为嫂子，还视他为朋友，甚至是母亲。所以在旁人看来，他们两个关系好得不像话。这7年里，德久遇到困难或烦恼时，总是写信给远方的丈夫，虽然不知道信能不能送到，这也算是种精神上的慰藉。眼看小叔子到了婚龄，他又开始拿不定主意。那天道谦去逛街时，突然撞上一位小姐，对方道了歉就走了。他捡起人家掉的饰品想追上，却被告诫不能这样接近人。根据大明律355条，强迫他人要挨80板，又被叮嘱别再跟踪他。但这位小姐的个性特别迷人，让单纯的他一下子着迷。场景突变，姑娘来到外支部求助，她自称是来自昌县的车美玲。有个邻居因长了皮疹，被老板以此为由解雇，连工资也没发。德久对他的言行印象深刻，为核实他的话，德久和莫东前往宜昌县调查，了解到这些病例其实不会传染，而美玲已经把病人集中隔离在一个院子里，亲自照顾他们。隔天，美玲亲自上门感谢德久，正巧遇到道谦相亲，多次接触后，他发现之前误会了他，但旁观者清，很明显两人相互喜欢。于是晚上，德久让小叔子拿着芦荟去美玲家认识一下，还没走到门口，就看到他慌张的要去某处。通常来说，大户人家的千金晚上应该待在家里。出于好奇，叔嫂俩决定跟着看看。原来美玲是为了照顾经常遭受家暴的妻子，总是趁着她丈夫不在时送饭过去。正巧德久和道谦撞见了那动人一幕，这让他们对她更加欣赏了。美玲抓住机会提出，希望能像德久一样帮助他人，于是她顺利加入了外支部。没想到的是，所有病人都是美玲爸花钱雇的演员，包括那对夫妻，这都是为了报复德久。2天后，牛蛋找到了德久，希望他能去外县帮帮少爷，说少爷拿着镰刀冲进了别人的剧场，如果定罪，恐怕要坐牢一辈子。德久一知道就马上通知了小叔子，希望能允许他为一位老朋友辩护。道谦知道嫂子平时不爱外出，这次肯定是为了那个长得像哥哥的人，他不但没阻止，还叮嘱他办完事早回。可就在出发那天，德久偶然看到了心心念念的丈夫，顾不得什么礼数不礼数，直接大声呼唤他的名字。对方明明听见了，还和他目光对视，却没有任何反应，就登上了客船。德久好像突然失去了什么，站在码头不断远望，嘴边的话怎么也叫不出声。她不懂丈夫为何这么果断，更摸不着头脑7年坚持到底为何。然而客船越行越远，
就像热情的心被泼了冷水，连死者也避之不及的牢狱，他却固执的不肯离去，只因被控撰写了禁忌小说，本可用金钱疏通关系，他却宁愿再次坚守，将小说的存亡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要重要。原是有人窃取了他的小说原稿，愤怒之下，他将对方痛打，对方却反咬一口，诬陷他为抄袭者。幸运的是，他的仆人机智过人，从外县请来了德久原著。为了揭开小说真正作者的面纱，德久让两人在公堂之上默写全文。对于经过无数次修改的原稿，他已能倒背如流。抄袭者很快就不打自招，露出了破绽。原来小说的原稿是根据陈辉和自己的经历所创作，而抄袭者却添枝加叶，将其改写成了低俗故事。因此，仆人才不得不请来德久，希望德久能为陈辉洗清不白之冤。其实陈辉也渴望再见德久一面，这么多年来，他从未忘记过德久，却未曾想到自己的这点心事，竟然被仆人直接揭露了出来。为了留住德久，陈辉借口船只正在修理，邀请德久留下观看自己的表演。但当德久问及陈辉为何至今未婚时，陈辉却坦言自己心中只能容下他一人。本以为时间会冲淡一切，他未曾想到这个男人竟对他如此一往情深。时间仿佛也在这一刻凝固。晚上的表演大获成功，陈辉甚至收到了前往大清国演出的邀请，牛蛋也邀请德久同行。比起成为权贵，这样的自由生活不是更好吗？当然，德久并未答应。酒席结束后，陈辉见到了自己的父亲。父亲之所以来看表演，也有德久的一份功劳，因为是他邀请了陈辉的父亲，父子俩终于和解，陈辉也恢复了贵公子的身份。分别前，陈辉再次试图挽留德久，但德久表示一旦离开清水县，他就会恢复逃奴的身份，而且陈辉的老家还住着小姐，如果被小姐认出，小姐绝不会放过他。其实陈辉也知道德久不会跟他走，但仍抱着一丝期待尝试，他愿意放弃一切与他在一起，但他不愿意。他们就这样静静地待了一会儿。第二天醒来，德久果然已经离去。德久就像是他永远无法实现的美梦，一旦醒来就会回到现实。趁大嫂外出的这几个月，他加快了自己的计划，安排了2位百姓来外支部告状。一位声称邻居玷污了自己的姐姐，另一位解释自己喝醉走错了房间。没想到状元郎真的开始写诉状，他赶紧抢走了道歉的笔，然后带着道歉来到了酒馆，之后又亲自演示了人在喝醉后的反应。原来自添报案的2人，两家的屋子紧挨着，人喝醉后容易弄错位置，所以天才不让他写诉状。毕竟2家这么多年的邻居，如果因为这点小事闹到官府，恐怕以后难以相处。道谦非常钦佩美玲的聪明才智，殊不知报案的人都是他请来的演员。隔天晚上，他再次故技重施，将道谦引到集市中，然后按时安排的人把摆摊的车推到坡上。等道谦过来时，再故意放开车辆。就在车辆滚落到道谦附近时，他将道谦一把推开，然后自己故意被车辆砸中。这一出假戏真做，果然赢得了道谦的信任。德久回来后，得知他为了保护道谦而受伤，还特意上门表示感谢。殊不知德久正一步步走进他设下的陷阱，甚至为了自己的婚事，还特意去拜访了留香所的夫人们。但到了晚上，他悄悄进入了留香所。原来他真正的身份是自家的女儿。白家曾是清水县的名门望族，被流放后家道中落，他们如此费尽心思，就是为了重新夺回属于自己的一切。很快白家的阴谋得逞，和状元郎举办了婚礼。在婚礼上，留香所的夫人们意外地发现，久未露面的自家人也出现在了婚礼上。婚礼结束后，德久心中终于卸下了重担，但道谦却在新婚的第一天就找到了他。原来他们之间曾有约定，一旦道谦成婚，就要告诉他哥哥润谦离家出走的原因。然而道谦的新婚妻子美玲却在此时偷偷来到门外，幸而被白妈及时发现并将其赶走。晚上，白夫人突然找到留香所的其他夫人们，提议联手推翻德久。如今德久在清水县权势滔天，如果他们不采取行动，迟早会被德久连根拔起。此时白夫人已经酝酿了一个狠毒的计划。第二天早晨，道谦惊愕地发现床上放着诅咒小人，紧接着下人来报，衙门找到了他哥哥的尸体。留香所的夫人们四处散播德久失去了丈夫的消息。德久带着小叔去认尸。在揭开草席前，他回想起润谦对他的种种帮助，明明知道那不是自己的丈夫，县令却强迫他承认死者是他失踪7年的丈夫，只因县里正需要一个寡妇。在400多年前的朝鲜，一个县若能得到御赐的贞节牌坊，不仅能免除各种杂税，还能让参加科举的考生额外加分。然而要得到这块贞节牌坊，就必须有一个寡妇。于是留香所的贵族夫人们开始策划，将德久变成真正的寡妇。因为德久的丈夫已经7年没有回家，但尸体已经严重腐烂，根本无法辨认。此外，死者的身高与她丈夫不同，死者的手也不是习武之人的手。县令从容地让下属拿出一块手帕，那正是从死者身上找到的，上面绣着她丈夫的名字。但德久坚称死者不是自己的丈夫，这手帕谁都可以伪造。虽然德久没有承认死者是自己丈夫，但这个消息似乎已经在县里传开，每个人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他。在有心人的安排下，连到签婚房里出现的巫蛊娃娃也传得沸沸扬扬。德久很快就猜出这是有人故意陷害他，只是他不明白对方为什么要让他成为寡妇。大夫人说，在婚礼现场曾看到过自家的人出现，提醒他要格外小心。晚上，为了挽回声誉，道谦表示要亲自去寻找大哥，因为各种流言已经在县里传得满天飞。今天留香所的权贵们也开始对他施压，虽然他反驳了回去，
但这种情况只能通过找回大哥，才能让那些谣言不攻自破。尽管德久不同意他去寻找，他还是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寻凶之旅。乘船抵达益州，手持寻人启事四处打听，却如同大海捞针，难有收获。某晚，他途经一个茶摊，意外瞥见一个与哥哥极为相似的程辉。尽管两人长相相同，道谦却确信程辉并非自己的哥哥，因为他曾几何时见过程辉，从牛蛋那里得知哥哥曾登上一艘前往大清的商船。于是道谦也乘船前往大清国。在边城，他似乎看到了哥哥的身影。在返回旅馆的途中，他偶然遇到一位朝鲜商人。商人看到寻人启事上的人像后，觉得与他们那里的一位建筑工人颇为相似。道谦随即赶往施工现场，果然在那里找到了哥哥。哥，我们回家吧。与此同时，德久趁美玲来探听消息时，故意透露小白之死与白家有关。我女儿小白冤死在白家手中。什么意思啊？对小白做出可怕事情的人是他的亲生父母，那字少爷为何会被流放？他非常孝顺，不愿揭露父母的罪行。作为长女的美玲，在查阅案件卷宗后得知，原来母亲一直在欺骗她。她回去质问母亲，没想到母亲直接承认了，这让她的内心开始动摇。她潜入德久的家中，成为状元郎的妻子，原本是为了给哥哥报仇。然而事情的真相让她失去了动力，但母亲却警告她，无论她是否愿意，都无法回头。一旦德久知道她所做的一切，绝不会放过她和整个白家，更是强迫她在百草节之夜采取行动。因为那天御府的下人都会离开，晚上她只好带着人闯入德久的房间。白夫人焦急地等待着消息，却没想到走进房间的人竟然是德久。原来美玲因良心不安，主动向德久坦白了自己的身份。美玲在夜色中领着母亲指派的人潜入室内，官兵从暗处突袭，将入侵者一举成擒。白夫人得知自己苦心孤诣的计谋彻底失败，怒火中烧，恨不能将德久千刀万剐。她一直将儿子之死归罪于德久，却未曾意识到真正的罪魁祸首是自己。出于对美玲的考虑，德久放白夫人离开清水县，永世不得复返。这是他给予白家的最后通牒。美玲原本打算随母亲一同离去，但德久选择将她留下，因为美玲天性纯良，其父母之行径与她无涉。最关键的是，美玲已嫁与道谦为妻。然而次日情势急转直下，县令突然下令封闭外支部，并要焚毁所有文档案卷。县令声称寡妇不得在外抛头露面，自此必须闭门不出，为逝去的丈夫守孝3载。一个寡妇需恪守贞洁，不得干预世俗之事。随即在她面前将外支部多年的成果化为灰烬。县官硬把德久整成寡妇，德久正气凛然地要县官交验尸报告，不然他就有理由怀疑县官为了让他成寡妇而杀人。县官还说自己进行尸检了，德久质疑他撒谎，县官气坏了，扇了德久一耳光，把他关起来，还警告他要是想出狱就得承认自己是寡妇，不然就关到死，好让他为父殉情，拿贞节牌坊。德久不怕，还猜县官背后有人指使。县官让狱卒折磨德久，他也不屈服。白妈妈递纸条给德久，说白夫人把德久送进监狱后，就以亲家母的身份还住进狱家，变本加厉的刁难仆人。德久意识到白夫人和县官串通陷害自己，只好假装屈服，表示愿意接受成为寡妇的事实，请求出狱。县官这下乐了，把德久给放了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德久领着家人去县衙领所谓丈夫的尸体。县官怕德久变卦，让人压着德久下跪，只要德久朝尸体磕3个头，就成了真寡妇。就在要磕第3个头时，一男子冲进县衙，当众说他是德久丈夫，局势瞬间大变。白夫人见势不妙，溜了。县令也溜之大吉。闰谦回来，德久寡妇的事就不成立了。德久想到贞节牌坊泡汤，县官肯定要和主谋碰面，就让道谦办场宴会，把县官和县里的大人物都请来。要是主谋在场，肯定会露馅。白夫人见德久回来，想走，德久让他今晚留下，他好歹也是小叔子的岳母。德久警告白夫人，要是为美玲和道谦着想，就别提他们之间的恩怨。明天宴会后就离开清水县，别再回来。白夫人嘴上答应，心里却气坏了。搞定白夫人后，德久去找丈夫闰谦，可怎么看都觉得他是千成辉。闰谦赶紧解释，他失忆了，多亏弟弟找到他才回家。道谦也连忙打圆场，但德久还是觉得不对劲。第二天就是宴会，县里的贵族夫人都来了。德久发现宋夫人带自己丢的戒指，那戒指肯定是白夫人偷去贿赂宋夫人的。难道宋夫人也参与陷害？但以他的智商，不可能是主谋。没多久，德久看到县官和白夫人在后院吵，两人果然为贞节牌坊的事闹起来。德久听到县官还签了行贿文书，德久断定白夫人也不是幕后主谋。宴会开始，县官假模假样向德久道歉，德久冷脸接受。县官又问德久怎么处理尸体，德久说已经安葬了。县官似乎松了口气，但其实德久把尸体运别处了，还请巡查使重新验尸。这时闰谦站出来说，他本想追究那些迫害德久的人，但为了尊重德久的大度，决定既往不咎。德久见丈夫突然这么能说会道，更怀疑他是千成辉。晚上，德久把丈夫按床上，扒开他衣服，看到肩膀上的爱心印记，疑虑才消了。第二天一早，道谦送白夫人离开清水县，临走前，白夫人给道谦3粒药丸，说是能让女人快速怀孕的，让道谦给他哥哥吃。道谦觉得是岳母的好意，就收下了。但美玲无意间发现了，悄悄把药丸带到厨房测试毒性，银器一接触药丸就反应剧烈，有毒。美玲吓出一身冷汗，
德九恢复名誉后，开始修外织布。润谦每天都来帮忙，干活时润谦下意识哼的歌，让德九震惊，因为那是陈辉的歌。不一会儿，白妈妈说润谦好像变高了，衣服都不合身了。德九更加确信这人就是千成辉。想到成辉对花粉过敏，德九把丈夫约出来，趁他不注意，朝他吹了口花粉。果然，爱情和喷嚏是藏不住的。德九担心地问：去大清国表演的事怎么处理？那是皇帝点名要看的表演，成辉要是不去，会被杀头诛九族的。成辉说已经推迟表演，只要帮德九修完外织布，就马上回去准备。这时德九派去汉阳的随从回来了，带回了成辉的随从牛蛋。得知德九认出成辉，牛蛋不再隐瞒，说皇帝的表演根本不能推迟拒绝，但成辉伪造自杀推掉演出，明知危险也愿意为保护德九放弃一切。他希望德九把成辉当真正的夫君，不要拒绝他，现在他是你真正的夫君了。成辉顶替了丈夫的身份，德九为此苦恼不已，担心被小叔子发现怎么解释。然而小叔子却说早就知道了，不仅是小叔子，就连斧头叔和白妈妈都知道了。德九问事情经过，小叔子说其实他找到哥哥了，但哥哥知道德九困境也不愿回家，还把护牌交给弟弟断绝关系，说再也不回去了。你的哥哥已经死了，道谦失望。归在回家路上偶遇成辉，成辉得知润谦不回家，德九又深陷困境，决定抛弃一切去解救德九。道谦很感激成辉，但不忍看他牺牲。成辉却说一直深爱德九，要帮助他，心甘情愿。道谦见他坚定，也不再阻止，但要伪装成润谦，就得在肩膀上刻星字烙印。这烙印一旦刻下，就没回头路了。此时成辉就成了润谦，回到清水县。他们本想一起瞒着德九，但德九从心底感激成辉付出，却清楚弄虚作假不是长久之计，打算等事情了结，就和成辉离开清水县，以免身份被揭穿，连累小叔子一家人。可成辉却让德九别过度为人着想，德九的家人和梦想都在这里，他愿和德九守护这个家。两人还没争论出结果，家里就传出找不到美玲的消息，二夫人被官兵抓走了，原因是美玲毒死了自己母亲。随着美玲被抓，他和白夫人的关系也瞒不住了，德九只能把和白夫人之间的恩怨，以及美玲最初为报仇被白夫人指使接近道谦，后来又悔悟的事，全告诉了道谦。道谦大受打击。第二天，德九直奔县衙问美玲怎么回事。美玲说发现母亲想用毒药害道谦和润谦，就拿毒药质问母亲为何如此恶毒。母亲承认是嫉妒德九，嫉妒他风光无限，受人膜拜，如果他儿子还在，他也能享受荣耀。可儿子被德九害死了，他的荣耀成了泡影，很不甘心，就想毁掉德九的小叔子和丈夫，让德九余生痛苦。美玲哭着求母亲自首，无论流放还是监禁，她都会服侍母亲。白夫人被说动答应了美玲，但美玲出去打水回来时，发现母亲已经死了。美玲说母亲不仅想害死道谦和润谦，还联合县官陷害德九成寡妇。他们为了找尸体，假装润谦去云峰山杀了山里隐居的奴仆，拉一具尸体回来假扮润谦。美玲知道母亲罪孽深重，所以官兵误认为她是毒死母亲的凶手时，她为了替母亲赎罪没辩解。德九安慰她，白夫人犯的错和她没关系，一定会查明真相，为她洗清冤屈。德九首先控告县官杀了无辜奴仆，把县官抓起来，接着查看白夫人的尸体，发现脖子上有勒痕。官兵告诉德九，他们去白夫人住所是因为接到匿名信，信上说白夫人杀了云峰山奴仆，让他们抓白夫人，但赶到时白夫人已死，房间里有散落的毒药，所以抓了美玲。从这一点可以排除县官不是凶手。为了找线索，德九和成辉来到白夫人住所，在院子里发现一枚戒指，正是白夫人偷走送给宋夫人的那枚。德九拿戒指找宋夫人，宋夫人吓得大惊失色，只能道出原委。原来他那天本想把戒指还给白夫人，却看到美玲出门打水，商团长拿着绳子把白夫人勒死了，本想把回来的美玲也杀了，幸亏官兵突然赶到，美玲才没遭毒手。德九立刻上报县衙，把商团长也抓起来。几天后，美玲杀害白夫人的案子开庭，德九给美玲当辩护人，先亮出尸检报告，证明白夫人是被勒死的，不是美玲毒死的。美玲也说因为妈妈害死太多人，她想替妈妈赎罪，才说是自己毒死妈妈的。接着她还坦白，妈妈和县官一起杀了云峰山的奴仆，造假尸体逼德九当寡妇。县官被叫来却死不认账，德九说县官会把杀人罪赖给白夫人，特意写匿名信让县衙抓白夫人。说着就拿出匿名信和县官的文书比对字迹，县官这才吓得跪地求饶。德九逼问幕后主使是谁，县官死活不说。德九又叫商团长来对质，商团长不承认和县官勾结，也不承认杀白夫人。德九请宋夫人作证，宋夫人把看到的都说出来了。在铁证面前，商团长还想赖县官，巡查使直接下令把他们关大牢。美玲的杀人嫌疑解除，被放了。道谦也来接妻子回家。事情结束后，德九要履行承诺离开清水县，程辉却带他来到集市。集市上的百姓都很敬佩德九，感谢他帮忙过上好日子。德九看到一片祥和，很欣慰，自己努力终于有了意义。他决定自私一回，遵从内心做自己想做的事。程辉说可以，这是德九打拼的人生。站在他身边的他也不遗憾放弃梦想，反而觉得踏上伟大舞台，有德九做夫人，他就是梦想成真的主人公。他们现在要做的就是保密身份，然而他们不知危险已逼近。商团长回来向朴大坚复命，还吹嘘没供出朴大坚，结果朴大坚立刻杀了他灭口。
画面一转，朴大监来会客，那人正是得久曾经的恶毒小姐。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？我们拭目以待。为了报复一个令自家灭门的贱奴，这位贵族小姐不惜一切代价，甚至给一个60岁的老头做小妾。在洞房花烛夜，小姐以自己的贞洁为代价，恳求夫君不惜一切代价，也要在朝鲜找到画像上的那个奴。然而那个奴婢早已改名换姓，她现在是清水县的外支部玉太英。太英和她的假丈夫千成辉决定一起留在清水县。仆人莫心和铁粪都非常激动，在激动之余，他们萌生了一个想法，要把这两人变成真正的夫妻，让他们两人睡在同一个房间里。为了不被其他仆人察觉，他们只能一起躺在太英的房间里。两人上次这样躺在一起，还是7年前一起去云峰山的那个晚上。温暖的气氛加上夜猫子的作息习惯，千成辉久久无法入睡。太英说桌子上有一堆小说能助眠，自己睡不着的时候就会拿起一本阅读。千成辉转身一看，发现这些小说都是自己的作品。深夜，太英突然做起了噩梦，梦里是他和父亲逃离恶毒小姐的那个夜晚，小姐的脸和声音一直萦绕在他的梦里，怎么也挥之不去。尽管已经过去了8年时间，太英依旧每次都会被吓醒，而每次醒来之后，他最担心的是父亲有没有被小姐抓住。千成辉安抚着太英的情绪，化身说书人给太英讲那些他看过很多遍的小说，帮他入眠。在千成辉的陪伴下，太英终于得以安睡。千成辉目睹堆积如山的诉状，不知何时能得妥善处理，深知太英定会为此焦虑，便萌生了自己出任县官，为太英分忧解难的念头。若要成为县官，必须通过国考，而千成辉自幼便厌恶学习，连4书5经都难以背诵，参加国考对他而言难度可想而知。但为了太英，他愿意从头开始，与书院的孩童一同学习。太英全力支持他的决定，亲自为他制定了一套学习计划。自此，千成辉过上了比狗晚睡、比鸡早起的刻苦生活。太英每日出门前都会叮嘱他不得外出，必须留在家中完成学习任务。某日，太英在街市上注意到一群陌生的推奴，他急忙遮住脸庞，担心他们是那恶毒小姐派来寻他的。他立刻派卫东去探查那群人的来意。归途中，太英越想越害怕，发现千成辉不在家时，他连忙让家仆四处寻找。若那群人真是小姐派来的，一旦发现他和千成辉的关系，他们都将陷入绝境。铁粪安慰太英，告诉他小姐不可能发现，因为千成辉已死，现在的他叫程润谦，与千成辉长得一模一样。尽管如此，太英仍心神不宁。幸好卫东回来了，他说那伙人确实来自汉阳，但他没敢问他们在寻找谁。不过他把千成辉带回了家。太英急忙将千成辉叫进屋。千成辉以为太英怪他偷懒，但太英生气地说，你越是如此，我越是困扰。千成辉听后默默起身离开房间。太英立刻后悔说出那样的话，没顾上穿鞋就跑出去追千成辉。仆人们告诉他千成辉已经离开，太英便赤脚在街上四处寻找。在一栋阁楼下，太英看到千成辉被那群推奴围住，他以为他们要抓走千成辉，便颤抖着捡起一块石头，不顾一切地冲上去保护他。千成辉连忙解释，那些人是他特意找来的，他们是汉阳有名的推奴，他请他们帮忙寻找太英的父亲。太英听后惊魂未定地坐在地上。千成辉安慰他，他已经查到那恶毒小姐已经嫁人，应该不会再找太英的麻烦了。太英坦白，他以为千成辉会因他的话生气离开，千成辉却说，即使太英对他刻薄，他也不会离开。太英感慨，他从未体验过这样的爱，这样的幸福，这段时光宛如梦幻。他害怕梦醒后一切都会消失。太英为千成辉制定了严格的学习计划。千成辉每天清晨就开始背诵4书5经，太英作为老师，每晚都会检查他的学习成果。复习到深夜时，两人像孩子一样互相喂食，气氛逐渐变得温馨，两人的距离也在悄然拉近。然而在关键时刻，千成辉突然停下，太英羞得满脸通红，手足无措。千成辉说，为了专心备考，考试前他要和太英分房睡，等考试通过后，他希望太英能满足他一个愿望。此后，千成辉闭门苦读，终于迎来了考试之日。太英带着家人来为他加油，千成辉信心满满地走进考场。然而当考官公布题目时，所有考生都皱起了眉头。太英也没为千成辉准备过测论题，所以他对千成辉能否通过考试并不乐观。出乎意料的是，千成辉最终考中了状元。成绩公布的那一刻，一家人围绕着千成辉欢呼雀跃。太英在家中摆宴庆祝，千成辉在宴会上说出了他的愿望。太英以为他说的是他们的初夜，但仔细一想，明白了另有他意。他赶紧叫来莫星，拿出为他准备的新衣新鞋。原来千成辉的愿望是为莫星和他的新上人斧头举行婚礼。家人简单的操办了婚礼，莫星和斧头在千成辉和太英的见证下结为夫妻。虽然仪式简朴，但对莫星和斧头来说，这是极大的荣耀。婚礼后，太英和千成辉到郊外散步，两人坐在花丛中倾诉心声。千成辉说他知道太英希望身边的人幸福，太英一直期待莫星和斧头能在一起，所以他帮他实现了这个愿望。但他原本的愿望是和太英共度初夜。太英听后害羞地亲了千成辉一下，千成辉随即回应了他。千成辉状元及第后被任命为别监，县官一职已另有他人。千成辉上班第一天就遇到了棘手的案件，做手夫人瞒着做手大人，诱骗村民高价购买人参种子，交货日期已过，村民们却未收到种子，纷纷觉得受骗，向做手大人和外支部求助。
太英之前也接到过村民的投诉，今天大家又纷纷上门，事情看来非常严重。太英和李夫人一起到做首夫人家里询问情况。做首夫人家门口聚集了许多受骗的村民。太英质问做首夫人是怎么回事，做首夫人连忙喊冤，声称自己也是听从县官的命令行事。太英早听说新来的县官是靠花钱上位，无所作为，现在事情变得更加复杂。做首大人得知县官纵容夫人欺骗村民，拉着千成辉一起到县衙找县官算账。千成辉到县衙后，发现县官竟是那恶毒小姐的父亲，他立刻让铁粪回家把太英藏起来，以免被县官认出。然而县官看着千成辉觉得面熟，怎么都像自己女儿之前的未婚夫。千成辉镇定地解释，自己是刚上任的别监程润谦。就在县官打量千成辉时，做首大人上来抓着他算账。千成辉刚松一口气，回头却见太英也来了。原来铁粪回家晚了。太英本想来向县官调查村民被骗的事，看到县官脸上的疤痕，立刻认出这是恶毒小姐的父亲。千成辉见太英愣在原地发抖，连忙使眼色让他快走。太英回过神来，转身离开。走到外面仍无法平静，脸色苍白，双腿发软，扶着栏杆才站稳。就在他以为逃过一劫时，恶毒小姐却朝他走来。